各位朋友啊，哎呀，郑丽文是真可惜呀，一手天牌打得稀烂。来了美国以后呢，出了丑，回到台湾又上赶着跑到731，跑到那个日本协会去捐款，受到了岛内外的一致的批评。郑丽文呢想挽回局面，呢，他呢这个喊出了独台脱统的他的主张。这就不更坐实了中国大陆网友的对他的这些判断吗？这又是一步臭棋呀，朋友们。8月10号的时候，郑丽文主席公开表态，主张以9·2共识、两岸一家亲为基础，恢复马英九2008到2016执政期间的两岸交流路线，引发了民进党的强烈反击。还包括中国大陆的网友啊。民进党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长文，对比前后两阶段的经济、股市、社会福利数据，直指马英九时期经济增速疲软，民生福利投入不足。双方围绕着两岸路线和民生发展的辩论，迅速又成了台湾的政坛热点了。马英九路线啊，成了郑丽文的救命稻草。他主张重启9·2共识啊，盼望两岸恢复良性交流，提出若是国民党未来取得执政权，将以9·2共识、两岸一家亲为核心框架，复刻马英九执政8年的两岸互动的模式。郑丽文的核心逻辑呢，在于马英九任期内，两岸呢全面实现了三通，签署 ECFA 等20余项合作协议，两岸的经贸、观光、青年交流会全面热络起来了。台海局势稳定，没有紧张冲突，两岸民众共享交流的红利。他认为当前的民进党当局台独倾向，是吧？加剧两岸对立，两岸交流的渠道近乎中断，产业、观光、农业、青年发展都受到冲击。唯有重回承认一中的沟通框架，才能化解僵局，拉动岛内的民生经济。这不是又想那个忽悠大陆再给一个黄金8年吗？确实啊，大陆每年1000多亿的这个贸易的这种让利嘛，那当然了，台湾高兴啊，每年1000多亿美元啊，再来8年怎么样？我说估计大陆看了以后得直捏鼻子。不是你这是沾光没够啊，你这是吃亏难受啊，对吧？在大陆再给你8000亿美元，再让你们那个把这个美国的那些破烂军火买个够，再让你们拿着钱去捐款日本去啊，好吧？其实呢，郑丽文这纯属他一厢情愿的一个幻想。马英九的8年再也不会有了，大陆那儿已经时过境迁了。那岛内的这些专家名嘴们也说，没有那8年的时间了。现在大陆的对台湾锁台都已经开始了。但我们看到，就说刚刚接种老师也提到，如果美方它的武器、它的弹药呢，这个告急的话，影响到是台湾的一个存量，因为台湾的这个军售部分如果没有办法如期的交付的话，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如期交付哦。那当然对台湾的防卫来说，会受到一些比较大的影响。那最近呢，美国有几位学者呢，在这个外交事务网站共同撰文指出，火力封锁呢，对于这个中国可能会比较少过去谈到的一个这个议题哦，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因为认为说这种做法可以让北京用比较低的代价达到以前所认为的传统封锁的效果。那所谓的这个火力封锁呢，就是像是很精准的瘫痪台湾的港口，或者是呢切断物资提供，迫使台湾投降。所以呢，现在美国的国防事务分析平台呢也认为说，中国现在也在研究是不是用这样子大型城市全域失能战这样的构想，用比较精准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军事的封锁、精准的打击这样一个想法。我请教一下杨老师。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谈到，就是说，对伊朗飞弹攻击的，就是卫星的资讯呢，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媒体的是有这个报道，那西方媒体路透社还报道说，中国大陆提供给伊朗这个直接的军事武器嘛，哈，那川普就回应说，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北京方面在军事武力或者是直接情报提供上面会很谨慎，因为这是一个大的战局啊。那而且伊朗已经赢了，伊朗已经赢了2次了，他4月7号就赢了1次了。然后你看到从6月17号之后开始进行和谈，6月底，川普在7月7号开始有第2次攻击的时候，到现在为止他赢了第2次了，打得准不准更不重要。实际上的讯息应该是在伊朗在后面这几波，过去这2个礼拜进行攻击的时候，都发现到俄罗斯的卫星有在做相关的这个就是收集，然后呢，这个连接比较强，那伊朗这边有用到北斗卫星的这个系统，那因为这个过去民用的跟军用之间其实都有在用，那这个就是他自己主动。那不是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从北京的思考，这个已经是定局的东西哈，你就不需要把它再破坏掉跟中美之间那个大战略。谈到台海的议题哈，我反而是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比较是现在符合北京的一个思维，因为它有它的这个国家发展，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全面性的，然后呢还有台湾议题，那怎么样能够去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台湾就是接受中国大陆的条件，或者是双方进入到这个谈判？那当然要把国际的局势从法理外交，然后你现在看到他现在就采取的叫不统而统，进入到海警相关的这些灰色地带的执法，还有呢融合政策对年轻人啊等等之类的。那但是这些都并不代表真正的就是要启动。他现在把这个整个氛围建构起来之后呢，这也就解读为什么在这一次那个白海豚台风来的时候，大陆这边的海警就规定相关的这个船只啊怎么样避难等等之类，陆委会就反对说你管到我们的船干什么？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整个台湾已经是一个中国的这个一部分了，所以呢，他当然就有这个权利来管。我觉得从《纽约时报》的7月20号的报道，以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前天的公布里面，都谈到一个，也就是隔离、封锁跟能源围困，因为这个是不是军事攻击，这不是需要采取就是说等于是战争行为。但是呢，它的这个成效呢，具有立即让你受创，而其他的国家也没有理由军事的介入的理由啊。其实本来这个议题，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务上其实大概就不容易介入，但是他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呢，搭配的你所说的火力的演习啊，而不是直接的攻击，火力的演习。因为大陆介中兄可能更了解，大陆的这个火箭炮的准度，射程大概可以到与那国岛再过去一点，差不多400公里。然后呢，它的准度可以在10公尺的这个范围左右，所以它如果演习的时候，搭配着相关的封锁隔离，那隔离指的是这个海警，封锁指的就是军事，那能源围困指的就是针对天然气或者是油轮啊，那主要指的是台中跟高雄2个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然后呢连接的，因为他真的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都不是只有一个动作，一定是有一个连续性的这个安排的。然后呢，同时会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谈判。那我们台湾就面临到就是抉择，经济社会的困境，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军事上的就是冲击，然后呢，以及政治上你要做决策或选择。好，刚刚我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防事务平台战争困境呢，在7月的时候，最近的这个刊文就指出中国军事研究人员曾经提出这样子一种大型城市全域失能战，也就是说精准的打击，像是刚刚杨老师提到的港口、台北或者是这个台中的港口等等啊。那主要是要先瘫痪一个城市，然后呢，他并没有要全面性的将这个城市给摧毁。帅将军怎么看？其实美国人到现在才讲这个，我们早在30年前就在谈这个事。我从中校的时候谈军团的作战的兵推，到上校的时候，对不对？到国防部，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把琼台、锁台、武力犯台3个大题目，一步一步，对不对？武力犯台就是各种跨海作战那一套，锁台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完全封锁。琼台就是把你封锁久了以后，你穷到受不了了，你跟他去谈。为什么后面有2个锁台跟琼台啊？这个你要看中国为军事思想里面有历史上的经验。我征服一个地方，后面还有一个叫做绥靖作战。这个地方因为死了伤亡，民众会自发性的给你抗争，那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平反。你看当年广西那边的苗族发生问题，清朝派人去打，打完以后躲到山上再打，打了个半天，死了2个，张广嗣跟这个塞尚阿的2个重臣，因为什么？百不行。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做法是绥靖，就是我给你更好的福利待遇，我不想用武力来做。台湾问题是一样，你用武力犯台，台湾人本来就有台独的，再加上大部分平民的伤亡的仇恨值升高，对你中国大陆在台湾以后的统治跟治理都产生很大的问题，还有外国势力的干预。是，他现在做什么？你看他的行动，他们已经在讨论台湾在回归以后怎么样管理的问题，只是大陆现在已经在讨论，外国人很少看这个事情，因为中国人的智慧才有这个中战指导以后怎么样让社会能够稳定下来。那现在再看一个迹象，对黄仁岛、对钓鱼台，它的海巡的力量越来越大，10000吨级的海巡舰，这就是锁台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说锁台的问题，我们国军谈了没？谈了很久。你要看刘和谦为什么把苏澳的海港做起来。那个时候的想法，因为是解放军的海军不够强，我们在台湾被封锁的时候，西海岸出不去的时候，东海岸用苏澳这个航道跟美军那个时候势力还可以在太平洋里面做接应，战略物资还可以进出，这是当初就对于锁台里面采取的有效措施。现在形势变了，老共的力量早就到台东花莲外海摆个航母了。第二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也不敢到这里了，所以你这个反封锁的能力就没有了。刚刚西方国家只讲了一个，对，他的骇客可以把你的网路给你害了，他的精准炸弹可以把台中的高压电塔炸了，你就没电，然后你的战略物资、天然气、石油、粮、蛋、肉都进不来。所以现在民进党最近在叫什么作战韧性，我听了都好笑。你韧性的定义分几种？一种是民生的韧性，一种是作战的韧性。是，什么叫民生的韧性？你靠全年能供你家吃几天？你家的冰箱能吃几天？一到台风或者重要的问题，南部的货都上不来啊。战争的时候货上不来。几百万的城市，古时候战死就很多啊。光老百姓的口粮你就有问题了。这是一个电力的韧性，天然气不韧性，民生物质的韧性。好，下面讲作战的韧性。今年面对的是可以动员上百万个无人机的战争。我们这个动员一些动员部队，上无掩体，下无坑道，在战场上你有存活的机会吗？对不对？还有接种是空军出来的。今天汉光演习讲修跑道4个钟头，对不对？我最担心的是跑道。花了上千亿养的空军，跑道没有的是他战力是0，通通好好的在机库里面，没办法参加战争，因为你跑道起不来嘛。你说4小时修复，那4小时它会不会再炸？现在那个原火又便宜，所以你这4小时能不能再缩短？还有更有效的办法。我跟你讲，我们军事上作战，一个抛锚的战车没及时到战场，就等于被击毁的战。飞机没有起来，等于没有空军。你懂意思吧？因为战争在一个 critical moment， 在一个节骨眼的时候，你陆海空的力量不能够投射到这里，这个仗就是输了。所以今天问题，这作战的韧性，买了坦克车，你有哪几条桥可以让你过？你好好算过没有？
M1 坦克车68吨到73吨，台湾的桥梁能容许几部战车同时上桥？沼泽地、稻田地、鱼塘，这个战车都去不了。郝柏村的时候，我当旅长还演习过叫滩头遭遇战。刚开始下这个指令的时候，我就听不懂，滩头怎么有遭遇战呢？陆军里面遭遇战都是在平原上作战的有。他那个时候想法就是说，当初隆美尔的部队放在德国的中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伦彻斯特把他主张放在后面，隆美尔主张放在前面，结果美军登陆的时候，德国的装甲师就没有办法及时赶到战场，输了这场战争。台湾的问题也是一样啊，我的战车到底摆哪里？到节骨眼的时候能不能到战地？你以为中共的无人机、中共的武装直升机、中国的空军、中国的导弹，对你从驻地到战术位置到接战这一个路上，你怎么样保持你的安全？这些都是战争真正 critical 的事情，而不是弄几部卡车、几部甲车在马路上晃来晃去，那个不是战备。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帅将军对于这次的汉光演习，而点出了非常多的问题。那务实的东西，那不是只有我们国军看到这个问题，对岸也看到这个问题啦。金钟老师怎么看？这几年大概从前年开始了，国军的这个台风防卫作战跟联合防卫作战计划，大概就有开始做了蛮多的修订。那部分原因其实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帅将军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但有些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比如说那个跑道抢修的问题。对，如帅将军讲的没有错，其实在关键时刻没办法投入战场的武器就是无效战力，不管它是好的坏的。对，那确实4个小时内可以恢复，但是如同帅将军所讲的是，它可能持续的攻击。所以现在对于空军来讲，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以前还会仰赖花莲加山跟台东狮子山。可是现在，当中共的武力投射能力常态性的在台湾东部出现的时候，连这2个基地，坦白讲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就是共军如果从台湾的东面用巡弋飞弹打击这个台东狮子山、花莲加山，它也许没有办法打进这个坑道里面，但是它可以破坏周围的山壁，造成坍塌，把你这个坑道口外用这个落石挡住。那一样就是帅将军刚讲了，他只要是2个小时战机无法起飞，战况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也是这2-3年国防部要大幅的修订联合防卫作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国防部确实看到一些很多新的威胁，他想办法在处理。那当然，也许现在的进度可能看起来还没有那么快那么大，但是确实有些变化在进行。比如说现在的战甲车在进入驻地之后，它确实开始去强调无人机的防御，但是现在当然在陆上机动阶段目前还看不到，因为我们这些无人机的防御设施都还在实验阶段。其实相关的准则跟制式的装备都还没有定出来，这个部分国防部确实有必要去加速解决。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但是就是有一些状况的发展，比如说国防部是要买大量的那个刺针防空飞弹，要买2000多枚。最主要就是在俄乌战争的经验显示，当地面部队大量装备刺针防空飞弹的时候，造成一个新的状况，就是有空中优势的国家俄罗斯，但是他也不敢派他的战机跟武装直升机低飞执行攻击任务。就是国防部面对帅将军刚才所提到各种的威胁形态变化，他们确实有意识到，开始在调整。但是就是这种调整需要花时间，还要花很多的钱。好，就是政府的目标就在这里。如果你知道这些调整需要花很多钱，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话，你就必须要用一些军事以外的手段，最起码维持情势不要失控。让国防部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相应的调整。对，金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内部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外部分呢先保持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持平的状态可能比较好一点。这都什么时候了？郑立文主席竟然还妄想再来一个马英九的黄金8年，他这个脑子的结构确实是异于常人。对不对啊，各位？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